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在网上冒出了一个新的红人，名字我估计大家很熟悉，叫郭美美。这个郭美美本名叫郭美玲，是个90后的小美女，当然也有人说她这是人造美女，整过容的。那么在今年6月20号呢，她在她的新浪微博上，她新浪微博的名字叫郭美美贝贝，在这个微博上面呢，她等于大肆的炫耀自个儿多有钱。你看，住着价值亿万的别墅，开着什么玛莎拉蒂跑车，拿着爱马仕的包，而且说这种包一个包都是有几万的，10几万都有，家里好多个。说白了，用流行词说呢，他这是炫富显摆，搁东北话说就嘚瑟，自己如何有钱，怎么样。那么他炫富呢，这个事儿不足为奇。咱们现在社会有好多富二代，还有些不知道用什么不要脸手段致富的人，在那显摆自个儿，这咱们可以说都司空见惯了。这是大家为什么关注他呢？因为他在新浪实名认证上面身份落的那么一行字儿，叫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很多人根据这个就提出质疑，这个不对呀。你91年生人，你今年才20岁，怎么一下就干到红十字会的商业总经理呢？这个为什么合适？而且20岁你就拥有这么大批财富了，这有点不对吧？一般来说，这个很多女人在当今这个社会拥有很大财富，那无非就2点嘛，一个是干出来，人家确实有才能有能力干到这个程度，第二个是如果要不是这个，那就是傍上哪个大款了，跟哪个腐败官员有关系了，给人当小三被人包二奶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首先从道德这个角度，大家发现这里头有问题。更主要的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很多人就琢磨了，这个东西是有问题啊。因为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呢，咱们这个慈善机构社会公信力不是那么强，也不断爆出跟慈善机构有关的腐败的一些丑闻，好多事情的黑不提白不提了，现在就过去了，引起了很多人民群众无限的联想。你跟别的靠不上，红十字会，假如你真跟哪个腐败官员了，现在一些腐败官员找情人包二奶也不是什么奇闻，可问题是你这位郭美美发家致富这么有钱，你这个钱是哪儿来的呢？要真说是某个大款给你的，那人家愿意给，谁让你拿青春赌明天了呢？也算值。可是问题是红十字会是什么机构？红十字会是我们爱心汇聚之地，在这个汶川地震青海玉树甘肃舟曲这些重大灾害当中呢，咱们老百姓信任国家红十字会，把自己的爱心捐款交给这个机构，由这个机构去运作救灾。那么这样一个充满着神圣光环、充满着爱心的这么一个机构，如果这个钱被有些人非法的运作出去了，成了这些不要脸的人炫富的资本的话，那对于我们每个人伤害得有多大？很多人甚至都表示，这事发生的我再不想给红十字会捐款了。确实因为慈善这个，你要真受了伤害的话那可真是彻头彻尾的一种伤害。所以有人呢把郭美美这些事儿就都搅出来了，说这个红十字会怎么还有商业总经理呢？一调查呢，红十字会呢没有这弦儿。郭美美扛不住了，也在网上发微博说，对不起我杜撰了这个，我根本不是什么商业总经理，我就是虚荣如何，我自己瞎编的。红十字会那边也赶紧站出辟谣，根本就没有郭美美这人，也从来我们没设置商业总经理。可是呢，网友顺藤摸瓜发现呢，红十字会没有商业总经理，但是确实有个商业系统的红十字会。就像我们全国各地好多地方，比方说辽宁红十字会、北京红十字会，这是分会。那么在行业系统里边呢，也有2个红十字会的分会，一个是商业系统的红十字会，一个是铁路系统的红十字会，确实有这个。
那么这些系统的红十字会呢，对外有一些合作，搞一些募捐，这个事儿是有的。所以网友由此呢一点点顺藤摸瓜，就发现呢，这个商业系统的红十字会呢，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在民政部注册取得法定的法人资格。这两天红十字会站出辟谣，也说了，我们商业系统的红十字会还没有取得这个法人资格。那么有一点奇了怪了，你没有获得法人资格，你怎么有募捐的权利呢？这个红十字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这个就说不通了，你连法人资格都没有，你怎么能有募捐的权利呢？而且跟外面的公司合作呀，搞一些这募捐那募捐，有人怀疑说这里头有圈钱的成分。那首先甭管有没有圈钱成分，你就真是大公司，你不具备募捐的资格啊。前不久我们节目里做过李连杰的壹基金没法做到公募，只能东挂靠西挂靠，费挺大劲弄的深圳去了，获得个公募资格。那么你现在属于商业系统的红十字会，等于是红十字总会的对他有业务指导权，你还没有法人资格呢，这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民政部没注册呢，你怎么就能募捐呢？所以正是这种顺藤摸瓜的精神，我们一点点挖，发现好多事儿啊，慈善机构的事儿啊，咱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你说我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能放心任由一个机构随便的使用我们爱心捐款吗？所以这个时候红十字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公信力危机。那么与此同时呢，网友啊也是揪住不放，再揪出说郭美美啊就是个演员，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演了一些不出名的一些小电视剧啊，是湖南人啊，跟他母亲在一块过的，他母亲跟他爸爸离婚了，什么以前还装修房子很一般啊，还没有什么，今年4月突然间暴富了，而且拥有北京车牌。我们知道北京买车你得摇号啊，你得有5年以上交社保的经历。明显他20岁自个儿怎么拥有的车牌？你想想这个能不让人展开无限的联想吗？想到了权力的交换，想到腐败现象吗？那么关于郭美美的事儿在网上是越炒越热，甚至在27号6月27号凌晨，郭美美和她母亲从外地飞回北京机场，都有大量的记者跟这个网友过去看去拍照去。据说呀，这娘俩呢要办澳大利亚的护照，要出国，有好多的网民呢给中国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告诉不要给他签证。大使馆人员也说接到了大量的电话，说是不要让郭美美母女俩人随便就这么出去。那么网民对郭美美这个事穷追不舍，并不是说那种猎奇呀，怎么如何呀，不是那个。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透过这个事体现了现在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在下降，有好多问题红十字会没有说清楚。那么日积月累的呢，攒下的这些事呢，把郭美美作为一个导火索一下子爆发了。郭美美充其量就是个搅屎棍在里边，不是大家要把一腔怒火针对一个90后炫富的小女人，她嘚瑟也就由她嘚瑟了。可是问题，她身上很可能承载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腐败现象，而这种现象尤其是涉及慈善，它使我们公众的怒火被点燃。那么这个时候红十字会必须站出来有所作为了。所以红十字会呢，首先报警要调查郭美美，再一个站出来说郭美美不是我们那个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啊，这个郭美美跟我们没有任何联系，她在那杜撰呢，我们保留用法律手段追究她责任的这样的权利。最后在6月28号下午2点钟的时候，红十字会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把中央级媒体都找来了。在这个发布会上呢，红十字会人做了一些辩解，讲了有关郭美美跟我们确实没有关系，总算呢还是多多少少的呢透露了一些信息。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红十字会必须站出来呢？我想啊，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他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网络上这种压力。我们以前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民意现在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民意影响了更上层的权力，
而更上层的权力对于民意感到愤怒的下层权力，他要约束，他要指责，下层的权力扛不住了，因为上层的权力给他的压力大了，他必须要站出来说明。那么红十字会在这个时候呢，明显撑不住压力。你别看它是个事业单位，它是官办的事业单位，属于政府机构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站出来澄清。而且在这个时候，红十字会面临着前后夹击。何谓前后夹击呢？在此之前4月份的时候，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爆出了一件事儿。有人发现呢，卢湾区红十字会啊，公务接待那个餐票报销那个发票多少钱呢？9859块钱。多少个人呢？10来个人吃，人均都快600块钱了。这个接待水准也太高了，上万元的餐票出现了。很多人质疑你这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一次上海卢湾红十字会最后说了，我们没有大家的捐款，我们用的是行政经费。那这也不对呀，行政经费不也是纳税人给你的吗？也不是你自个儿挣的。人均600块钱一顿饭吃上万，这是什么接待标准呢？这是他们也承认超标了，说原先人均是150，但是150也不少了。而且我们说这个行政经费包括什么呢？红十字会各个机构是有管理费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就爆出来，原来红十字会啊，比方说接受100块钱捐款，里头至少有5块到10块，甚至高达有的达到20块是他的管理费用。这管理费也太高了，你们干什么花这些钱呢？这是大家的捐款，你从里边跟鸡虫似的。所以这时候社会很多人质疑，那么红十字会呢也相应的这些年在不断的改进自己，降低这个管理费用。那么你这种管理费用不论你花多少，如果你花的再多，你是为了把爱心捐款用到刀刃上，那也值。你花的再少，就你们几个大吃大喝了，这也不可以，因为你这是挥霍大家的爱心的呢。所以这个事儿算得上红十字会的一大丑闻，上海卢湾区这个。那么这个事情方兴未艾，6月27号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审计署由审计长呢发布了一个2010年的审计报告。这个报告里就直接指出，红十字会在预算执行当中出现了5个问题，一一给点出来。其中最严重的是呢，有一项红十字会招标的款项，最后中标的人呢是大概要花1200多万，可是合同呢依然按照预算那个标签的是1600多万，中间差了400多万，这400多万哪儿去了？这400多万账上怎么体现的？这是审计部门给抓出来的问题。可是呢28号红十字会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发言人说了，我们呢都是工作过程当中的核算过程当中的疏漏不是说贪污腐败，也没有小金库。可是问题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完了这事就过去了吗？怎么没有贪污腐败了？怎么没有小金库啊？你得跟我们解释清楚啊！这400多万到底哪儿去了？现在为止没见红十字会在这方面有清楚的解释，意思我表个态就得了，我还用向你解释吗？你们这些小老百姓，这是一种傲慢。再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红十字会的财务账目上非常不透明。就说好多时候呢，公众对红十字会账目质疑，红十字会没有拿出强有力的解释，遮遮掩掩就过去了。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对红十字会积攒了由来已久的一种愤怒。所以在这个时候，红十字会恐怕接下来除了透明自个儿的财务，公开自个儿的账目，他没有退路，别无选择。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民众应该大力促进中国的官办慈善机构透明化，即使里边没有任何贪污腐败，它同时还有一个效率问题。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现实，比方说任何一件事情，公益事情，如果跟官办联系到一块儿有好处，它能够呢利用政府的资源呢，充分的把这个慈善事业弄大。但是同时它也有一定坏处，因为官办机构我们长期以来大伙儿知道，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拖拖拉拉，难免有的时候呢把这个慈善善款呢使得不到位，或者出现了浪费，或者没有用到刀刃上。这个不用我说，这是
大家非常清楚的事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即使我们说红十字会里边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贪污腐败的情况，我们也应该敦促红十字会公开自己的账目，让大家参谋参谋，这么花钱对不对？花到这上值不值？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官办机构，怎么也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吧，怎么也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吧。如果假如说他不肯公开这个账目，那么我们老百姓就有充分理由怀疑被人没好事，好事不被人。你不肯公开，那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同时我倒觉得我们的政府呢，也应该对这样的官办慈善机构给予大力的监督，因为这方面信用的缺失，那等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就完全崩塌了。这是，所以现在我们看郭美美这个事件呢，其实背后反映的是网民对中国官办慈善机构长期以来运作过程当中不透明，大家是有着怨言的。所以也是希望以郭美美为一个导火索，把这些背后的事情啊，我们能揪给他揪出来，能查给他查出来。起码呢，也敦促我们的政府呢，在这个事件上呢，能够反思，多对这些慈善机构呢进行一下监督。因为中国的慈善机构啊，说实在的，这个公信力啊，严格意义上讲，用一句网络的话说，都有点伤不起了。你看这么长时间以来，在慈善领域我们发生了很多丑闻，比方说章子怡、余秋雨的诈捐事件，对陈光标这个捐赠这个质疑，发生了好多这样的事件。甚至呢，有一些商业机构啊，一些公司借助慈善的名义来圈钱，比方说和某个慈善机构挂上钩了，他底下打上爱心的旗号来达成个人的商业目的，这种事情都极大的败坏了我们慈善机构的这种公信力。甚至还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捐款的人呢，拉大旗做虎皮，借这个机会搞商业营销，把商业运作手段呢跟慈善混到一块儿。我倒觉得有的人说，冯小刚说嘛，说你管他怎么的呢，他毕竟他捐钱了，那个不对。捐钱难道就是好的吗？你首先得考虑两点，第一个，他捐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捐钱的目的呢，在于想不非法的攫取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财产、更多的财富，那么他这个捐钱就是有问题的。假如说他捐钱这过程给他带来的影响是帮他得到了不该得的财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接受这种捐款，这不成了帮助坏人做事了吗？所以你必须得问他的目的，这是一定我们在捐赠过程当中要查清的。第二个，你还得调查他捐钱的来源。有的企业，比方说三鹿奶粉，那这还搞慈善捐款呢，你说这不等于一边谋财害命，一边搞慈善吗？那你这个慈善的钱不是？所以那种认为啊，不管怎么说，人家拿钱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绝对荒谬的。第一个，我们要问他钱怎么来的；第二个，他拿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掏出钱来了，借助慈善达到了他个人卑鄙的目的，那这个慈善就毫无意义。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呢，往往有的时候社会上觉得干好事的人太少了，拿点钱的人就不错了，咱们对他宽容，不应该宽容。慈善是对真相有洁癖的，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你钱怎么来的？你拿着钱想干什么？目的是什么？必须要追究。这就好比有的企业啊，我捐多少多少，最后没捐那些，他捐没捐了呢？也捐了一部分了，可是那些没捐，这种对慈善的杀伤力影响特别大。所以慈善的世界里是纯净的世界，它不能允许一些欺诈、一些罪恶在这里出生。如果罪恶借助慈善繁衍开来，你说对慈善的伤害得有多大？而现在中国的慈善行当说白了鱼龙混杂，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如果不能够把慈善行当澄清的话，那我们社会诚信的基础就没有了。没有什么比伤害慈善更大的对诚信和公信力的伤害。所以现在郭美美这个事件呢，我说不光是一个网络事件，也是体现了社会公信力的事件。当然有人说了，哎呀，郭美这个事儿我们一看明显炒作嘛，咱不排除这个炒作现象。还因为现在有人说这是恶名，你炒作干嘛呀？这个什么被人当了二奶了，情人还炒作，不一样。咱们现在网上啊，不要脸的年轻女子多了是了，那真是不要脸，他不在乎有这个恶名，我出了名就行。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还真不能排除
这个90后的郭美美，嘚了吧嗖才开始就炒作自个儿，不能完全排除这个现象。而且你从整个手段来看挺像，为什么呢？迅速之间铺天盖地，网络上都是了。那么这个很难让人相信这个幕后没有推手，很可能有推手再把这事情推波出来。当然他出于什么目的咱不清楚，一波一波扩大，不排除这个郭美美作为一个艺人，也这事傻了吧唧的也愿意炒作，有这个可能。那么炒作归炒作，他为什么拿红十字会炒作？这是大家值得琢磨的。你看同样他怎么不拿什么国家税务总局啊，拿什么什么文联呢？怎么不拿这些机构炒作呢？而拿红十字会炒作呢？说明他炒作这个手段也高，他知道红十字会现在在民间大家有一些非议，有些争议，而且红十字会是爱心捐款，这方面火非常容易被点着，能够很容易制造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炫富、什么腐败这些问题之间制造个坡度潮，让大家产生愤怒的情绪。所以说即使郭美美事件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炒作，都是假的，也不影响我们对这个事情最终追究起来正义性的判断。他为什么拿红十字会炒作，他不拿别的炒作，很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你看现在有大量的网友卷在其中，也造出不少句子，就对这个事情的真相大家非常渴望，得知道是怎么回事，把自己心里积蓄已久的某种怨气要发泄出来。比方说网上大家造句，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我没心思吃饭。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我没有心思上班。其实我倒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大家一种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渴望，对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被遮遮掩掩的一种痛恨。希望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好多涉及公权力、涉及政府公信力的事呢，能够公开、公正、透明的让大家了解，政府能够实现这种信息公开化。所以我说如果这个事情最终还是遮遮掩掩过去了，我相信结果呢，咱也按网络造一个句吧，就是红十字会的账目没有公开搞清楚，我们没有心思捐款。我们不少的法律工作者朋友都知道，自打2002年开始呢，全国开始了统一的司法考试。那么只有过了这个统一的司法考试，你才有资格当法官、当检察官、当公证员、当律师。那么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你过不去就不可能从事这些法律工作者的职务。可是您可能还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被称为小思考的，也叫内部思考，名字呢全称准确的叫呢在职法律职业工作人员司法考试。这个司法考试呢，他拿到的证件不是我们看到的什么 B 证 A 证叫特 C 证。它特在哪儿呢？这个特 C 证呢只限于本地内部使用。你拿到这个证，你不能说我在兰州能当法官，我拿着证到石家庄也能当，那不行，就是限本地内部使用。还特在哪儿呢？整个报名的门槛低。我们这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呢，要求呢得是法律本科毕业，这个呢法律专科就可以，而且录取的分数线呢非常低。更重要一个呢，他面对着所有的是在职人员，你必须是在职人员，因为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呢是面对所有公民，你都能考。可是这个只限于现有的法院、检察院呢在职的工作人员，就有行政编制的你才能考。那么这个事情的出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地方。当初呢，为什么有这小思考呢？是为了解决西部贫困地区法官、检察官长期以来升不上职，我都往别的地方调，过不了司法考试。结果呢，地方的这个司法系统呢，法院呢、检察院呢，人才断档的厉害，流失的厉害。为了保护这地方积极性，让这地方搞个试点，像四川呢、西藏搞一点这样试点。
可是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这个试点越来越扩大，到今天为止，内部司法考试已经扩大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县，就都放宽，就等于给这些地方的法律从业者、法院、检察院的人呢，等于多开个旁门，你从这门走吧，准许你过来了。那么我说这28个省市自治区呢，是除了北京、上海、重庆以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它的贫困县都可以这么搞。法律这个行业之内呢，全国范围都应该有存在着一个法律共同体，就是你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你才能进入法律职业工作者的范畴当中。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也都可以享受到均等的法律服务。可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呢，这些人跟那些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档次和能力要差一块，而且这些地方人就意味着可以不必达到那种程度的法律修为，就能干法官，就能干检察官，就能干律师，就能干公证员。所以这造成了事实上的绝对不平等。这种小司考才是内部考试，不能声张，千万别对外人说啊，咱们里边知道就行了。经常上头打来电话，你们那还有几个没过司法考试的，都来一起考试吧，反正基本来了差不多都能过去。因为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一开始一般的这个上去的比率10%不到，到2007年以后呢才超过20%，有人还说这都是放水呢。可是这个通过率那明显比20%高多了，甚至有的地方是100%，报几个过去几个。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咱们得从头给大家理一理，这是现实挤兑的出现的这种需求。我们知道1986年的时候呢，全国开始有律师考试，这个律师考试非常严格，乃至一般通过率都不到10%。86年到95年的时候，出任法官、出任检察官的有那么一个考试，但是这个考试就松得很，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对律师的法律业务水准要求非常高，相反对法官、检察官的要求很低。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律师呢已经一点点由国家法律工作者开始剥离出来了，成为进入到市场当中的社会的法律工作者了，所以他必须要求他精通法律。但是法官、检察官当时不用，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下呢，法官、检察官算政法干警，并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不像我们现在的法治观念。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他首先要讲政治，然后才要求你懂法律知识。所以律师的法律知识水准要高，法官、检察官可以这么低，只要你政治上靠得住。但我们今天来看呢，依然有的地方按这套理论要求要懂政治，什么顾大局。那么我明显看到对法官、检察官、对律师的要求，首先是要精通法律，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后才是考虑到社会的政治大局。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法治社会大家认同的共同准则。可那时候认识不是这样，所以对法官、检察官的要求呢，低于对律师的要求。那么后来随着整个社会法治社会进程的越来越加快，大家意识到呢，法官、检察官一定要精英化，他们必须对法律要非常精通，这样才能起到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一个主力军的作用。所以2002年的时候，一看干脆吧，全国统一搞一个司法考试。律师啊、法官、检察官、公证员，你想当这4样职业好，那必须通过这个考试。那么当时统一了，可统一之后呢，我们知道这司法考试的水准呢挺高，也挺难。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西部的广大地区，由于社会条件比较落后，司法条件也比较落后，在这里边工作呢，你像贫困县一些个法官、检察官，他的水平并不高，文化素质也不高，长期以来呢没法通过这司法考试，通不过司法考试就升不了职，时间长他不愿干了，我调别的地方去了。结果整个的中西部广大地区，尤其贫困县，法官、检察官的人员大量的出现断层，没人干了。
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保证中西部地区司法系统的正常运行，2008年1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了一个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里边就提到要对西部地区适当保护，在司法考试这关适当保护。有的人就认为，正是司法考试门槛提高了，才造成了西部司法人员大量流失，应该在门槛上想办法降低一点。在这之后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有关于落后地区的司法考试要放开。所以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开始到现在3个年头了，西部地区开始关照，就说给发特许证，内部司法考试已经在职的法律职业工作者，好，到我这儿来考试来，基本上差不多100%都能过。然后拿到这个证件呢，内部使用，现本地区内部使用，然后放宽门槛，你是大专文凭的也可以考，分数低一点我也要，但是必须得在职人员，社会人员不行，必须得是在职的。所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小司考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呢越来越扩大。司法系统的一边法院、检察院，他出于照顾自己部门的本身利益，得给自己工作的这些人员着想啊，所以这个试点呢，既然有了，就一点点扩大，一点点扩大，到现在扩展成28个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县，都包括在内。那么我们说这件事情的存在是好事是坏事呢？表面上看呢，它似乎使贫困地区的法律系统，就法院、检察院系统人员保持了稳定性，增加了工作积极性，使这一块呢司法领域不至于缺人干、没人干。可是这个事情保住了小的利益，却伤害了大的利益。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利益，出台这样政策，那么这一点往往有可能滋生腐败，而很多地方呢，这种内部思考呢，已经出现了滥竽充数、鱼目混珠。同时，更主要一点呢，它违背了公民的平等权。就说你放开也可以，你对西部地区照顾也没问题，就像高考，有的地方分就低，有的地方分就高。但是你这应该起码公平的向所有人开放，你不能就像你的法律内部的在职人员开放，只是行政在编的人员，你准许他们降低门槛考，那广大其他的贫困地区的公民就没有这样的资格了。我自己一亩三分地，我自己山头，不能让兄弟们遭罪，小帮派这是。所以这个违背了宪法当中基本的公民平等权，因为法律本身呢，关乎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之内呢，法律是要求有一个恒定的准绳。你现在呢，有的领域这么高，有的领域降这么低，有的人从正门能进去，有的走后门能进来，有的房顶开窟窿都能掉下来，那么法律的严肃性何在？就没有严肃性了，就如同儿戏一样啊。所以这里头的问题非常大。这个事情等于呢是部门自己照顾自己的行为，自我逐利的行为，不值得提倡。有人说，那老梁你就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那这样的话，那贫困地区那些法院、检察院没人干怎么办呢？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就看你想不想干。首先一个是在这些地区，他法院的一些工作人员、检察院工作人员有不少非司法岗位，你比方行政、后勤这些，你可以自由安排的职务吗？他不一定非得是干法律工作这儿。那么法律岗位上，你比方法官、检察官这缺怎么办呢？你别忘了，咱们现在一年全国大概有30万法律的本科毕业生，有22万法律的专科毕业生，有6万多法律在职研究生，博士都好几千法律的。每年通过司法考试的这多少人？全国现在加起来40多万人。这么多人里边，你想选拔出来愿意到西部或者到贫困县法院去工作的人不难，不是什么困难事儿。不是说这40万人都不想到这个贫困地方去，你要在这里选拔一点不难。问题是这里头好多人呢，他还没工作呢，他就是通过司法考试呢，
而你到那边你要照顾那已经在编的了，已经行政在岗的了。当然这里头分流是有很大困难的，所以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整顿一下我们现在积弊已深的一些司法当中的工作人员的结构呢？越是贫困县，往往这个问题越突出。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些地方法律工作者没有问题，即使他们流失了，会有新生力量补充进去。而且在很多地方呢，我们看呢，说实在的，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不怎么重视业务，看对体制的忠诚度？你看咱们现在法院定的这个绳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解不见得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识，能和稀泥，能说好话，能够把纠纷的实质抓住就够了。所以这个倒和这小思考之间是遥相呼应的。那么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好多基层是不一定需要高深的法律知识，你可以设一些平民法官、平民检察官参与这个问题，参与到事实当中、纠纷当中，在调解的时候加大民间调解员的调解力度，也能缓解司法系统、法院系统工作压力。有的朋友甚至是一些法律工作者都说，奇了怪了，这小司考都3年头了，我怎么才知道呢？其实这个不能怨你，因为咱们有的内部下了这种通知之后呢，特地嘱咐职工不要外传。你比方说什么四川的这个检察院系统啊，甘肃的法院系统都曾经内部下过文，就说这种小司法考试给特 C 证，大家通知一下内部工作人员，到时候到哪去考试，完告诉不得外传，都有这样纪律的。但是这样的事呢，如果你仔细的看一看，关注一下各个地方他这个司法系统通过的一些文件，你会能发现很多蛛丝马迹。比方你现在打开有的地方政府工作网站，你经常能看到，比方这一年我们的完成的成绩，比方多少人通过了司法考试，有的人参加了内部司法考试，获得了 C 证，如何的。就是好多地方呢，一开始作为试点，这个试点呢本身我们大伙都知道，这是违背法官法跟检察官法的。你降低门槛上去，那法律里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事儿咱们不少部门，尤其是法院、检察院，他作为这个部门，他能不知道违法吗？那自己这样部门违法，他就得遮着瞒着，不好跟外面说，说出来这么不好听啊。所以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声张，不要声张。咱们内部说白了有点像什么呢？这我举个例子，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某个单位用公家钱给大伙搞福利，不该分的给大伙分。比方赶个年节了，分点烟的、酒啊、副食什么的，把公家钱花了，必然得告诉大伙为生发大财啊，偷摸领完拉倒了，别声张。其实在某种程度跟这个性质差不多，部门为了照顾自己系统的职工搞的。当然我说这个呢，首先着眼于解决贫困地区的这些人员的问题，法律人员的问题。所以你有时候你看看不少的这个法院、检察院各个地方高院，他那个尤其西部地区的那个工作网站，你能在网站上发现这些蛛丝马迹，遮着、瞒着、藏着。等到要考试的时候呢，上头可能来个通知或者打个电话，你们单位谁没有通过考试呢？资格是得大专以上学历啊，在职人员啊，在编的啊，外边人不行，通知你让你去，神不知鬼不觉的考完就拉倒了。所以咱们现在有不少，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法律工作者，有不少还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呢是推到贫困县一级，在西部地区不少省份贯彻了，东部地区都是贫困县的，就是28个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县都是这样。所以有的呢，你在大城市里工作，你做过一个律师、法官，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而这些呢，在我们政府一级的文件当中都能找到。我说过，2008年12月份，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问题改革，这一块里边就规定过，说过这个事儿。然后今年呢，咱们全国的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有过类似这个。就是在文件里说明白，为了照顾什么什么，然后采取什么什么样的内部司法考试。所以这个在内部呢，
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所以我说，现在像这些办法搁起来，都是解决贫困地区司法人员大量流失的这样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而现在呢，通过照顾自个儿人，然后呢，用特许证的方式降低门槛，降低整个法律工作者的门槛，来实现这个事儿，结果会造成什么？一个是法律服务质量越来越低，越贫困地方越没有更好的司法服务，进来就能考，进来就能考，考了就能过去。结果这个地方也跟有的地方公务员考试似的，里边出现了很多营私舞弊的现象。所以我们等于照顾了一部分人，却要由全社会背负上这样的代价，最终的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这法律小思考，咱们国家有必要考虑考虑，是不是把它取消了，然后采用呢更加细致的治标又治本的办法，来解决贫困地区这个法律系统工作人员的这种大量流失，能够解决这个地方保持稳定的司法系统的工作的连续性。所以我倒觉得在这方面政府有很多事要做，而且也有办法做，完全不必采用这样可以说饮鸩止渴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今年8月12号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新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以违反工作纪律为名解聘。违反工作纪律被解聘，这其实和辞退开除没有多大区别。那么他是违反了哪项工作纪律呢？那么张新竹呢，也是这个组织成立以来第一个被解聘的专家。那么这一起非同寻常的解聘事件，在当前反垄断力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画面上这位呢，就是中科院的研究员张新竹，他也是我们国家呀，在多个领域的顶级专家，担任了多个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在反垄断这方面呢，也是国内响当当的一号人物。那么他对这个事件的解释呢，说我不过就是帮着外企说了几句话，就像我给了一个死刑犯辩护一样，任何事情都有正方和反方嘛，那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呢？这是他对这个事件的回应。但是呢，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咨询组相关人士对外表示呢，张新竹是违背了工作纪律，是因为他利用了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的这一特殊身份，干了和这个委员会利益不相符合的一些事情。那么这话你听起来可能绕口，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最近呢，咱们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对美国高通公司反垄断方面的这个调查，因为高通公司呢涉嫌一些项目垄断。那么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呢，这个张新竹呢给高通公司写了一份报告，帮助高通公司说话，说高通公司这些做法呢没有这个垄断的嫌疑。所以这个事情呢，相关人士认为呢，他违背了专家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职责，违背了工作纪律。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要把它说清楚呢，咱有必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高通公司反垄断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高通公司呢是美国的一家无线电技术公司，它有一项技术可能咱们使手机的朋友绝大多数都知道，就 CDMA 技术。这项技术的专利就在高通公司。高通公司呢也向全球呢100多个国家卖了自己这个专利技术。因为这个专利技术推广的非常快，发展的也快，这是无线电领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他在向世界范围发售这专利技术的时候呢，他也获得了非常高额的利润。那么去年年底开始呢，国家发改委对这个高通公司开始了反垄断这方面的调查。主要原因就在于呢有两个，一个是呢高通公司卖这个东西啊，就卖这个专利技术，卖的价格太贵。第二个呢，还有个涉嫌捆绑销售。这个涉嫌捆绑销售呢，以前有过这个先例，就在韩国呢，对高通公司曾经开出过一个高达2亿美元的罚单。就说这个高通公司在韩国呢，
卖它既卖芯片又卖专利技术。但是呢，你要买我专利技术，你必须买我芯片。你要如果不买我的芯片呢，那对不起，我的专利技术要卖给你的价格高的吓人，这个涉嫌捆绑销售式的垄断，韩国已经给他开出罚单了。那么在今年2月份呢，咱们中国国内呢，大概有40多家的智能手机的生产商以及这个芯片的生产商组成了一个手机联盟，向这个国家发改委投诉，说高通公司卖专利技术卖的价格太高，就说他这个 WCDMA 这个专利技术要什么呢？凡是你用我这专利技术生产的这个产品带来的这个收入，总收入的 5% 要给这高通，因为他这个产品呢几乎涉及所有的这个消费电子设备和电信设备，所以波及面是非常广，认为 5% 这个总收入这个提成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呢，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启动了对高通公司反垄断的调查。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反垄断法呢，就是说如果你事实上确实是垄断，那么你营收总额的 1% 到 10% 必须是罚款。那么按照这个罚款限额来看呢，高通公司将面临着最高可能达到70亿人民币的罚单。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启动反垄断调查以来最高的一个罚单。所以这个事情呢，无论是在电信行业还是在其他企业的里面，都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大家都在瞩目发改委将会给高通公司开出怎样的一个罚单。那么说这个事情和张新竹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是发改委反垄断局在启动调查之后呢，高通公司的总裁曾经多次与发改委沟通。其中第2次与发改委沟通的时候呢，高通公司的总裁拿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呢叫高通公司许可售价的经济学依据，这么一份报告。据高通公司宣称呢，这份报告呢是他请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咨询公司，名字叫全球经济学家集团，这么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根据高通公司的产品销售状况呢写了这么一份报告，就说高通公司拿这份报告作为一个证据，说你看这报告里有详实的一些依据，说我们卖这个价格是合理的。那么这个时候高通公司总裁特别提醒这个发改委说，你看我这个报告总共有3个作者，撰写人是3个，其中第2作者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张新竹。这个张新竹就是你们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专家，你可看好了，你们的专家都说出这样的话了，也就是说他拿着张新竹撰写这报告来解释他们这个售价高为什么合理。所以我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了，这高通公司拿着这样一份报告是为什么。他除了说张新竹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以外，更重要的是高通公司看上了张新竹这个身份，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专家，这个身份是具备很强大的话语权的。那么这个事情我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把这个脉络理清楚了。也就是说，张新竹本人他是专家咨询组的专家，如果他要对发改委反垄断调查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跟这个发改委的反垄断局沟通，他没有必要通过被调查这个对象，然后呢他写一份报告给他背书。他为什么要通过这个途径呢？高通公司说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雇全球经济学家集团，完了我们把钱给他了。其实这你怎么能说和他就没有财务往来和利益关系呢？你这种事情这种讲法非常牵强啊。反正你出了600万，他找了这个张新竹，那么这600万做不做实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实，张新竹本人也是否认。但是否认归否认，就是你本来是我们国家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啊，你还替被调查对象说话，给他提供各种各样证据。因为我们也知道，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反垄断法的执行与否，执行到什么程度，直接关系到我们老百姓能不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消费者他的权益怎么保障，市场经济的基本竞争秩序怎么维护。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作为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替他去说话，
尤其是你的身份并不恰当。假如说你是一个没有加入这个政府咨询机构的人，你就是一个普通专家，那你替谁说话是你的自由，拿多少钱也是你的自由，只要没违法。但问题是，你是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你这个身份发出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就是说你既当了裁判员又当了运动员，本来你是个裁判员，你突然下海当运动员了，这就问题非常大了。所以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这简直这就是渎职，说这就得严肃的处理它。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呢，因为根据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工作纪律明确规定，就是你作为专家，你不能以专家的身份，以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的身份去做和反垄断利益上相冲突的事情。只有这一条是工作纪律，也就是说张新竹只是违纪却没有违法。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下反垄断委员会的这个专家咨询组是怎么回事，以及张新竹本人的一些状况。张新竹确实是这个领域响当当的一位专家，而且他还担任了多个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这个专家任务，也就是说他整个的社会影响面是很大的。他又是天鹰控股的独立董事，那么天鹰控股呢是一个通讯经销商。那么张新竹本人呢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常委。那么我们拿他的身份和这个事件做一下比较，你就会发现，就说不是张新竹帮外企说话了就犯毛病了，而是你以什么样的身份说话，你以这种身份会不会说公道的话。你是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那么你可能了解的信息比一般人要多得多，那么你帮高通公司说话，这里边就有涉嫌泄密，谁还能相信你一定是秉公处理呢？一定是真站在公正的立场给他说话呢？所以说张新竹这个违背工作纪律呢，不是说他什么帮了外企说话，他自己说啊，我就像给死刑犯辩护。律师本身他并不去做裁判工作，律师并不是法官，他给死刑犯辩护呢，也是他应有的义务和责任，没问题的。他这个好比是什么呢？法官给死刑犯辩护，那不就有问题了吗？所以说他违背工作纪律这点，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说为什么他只是违背工作纪律，简单的被解职开除拉倒的，不会接受法律的处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法律对这方面是个空白。你看张新竹的身份，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本身也是有级别的行政干部。那么好，如果他在社科院的工作当中，他接受了外边的利益输送，然后给人家办事，这个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当然可以用法律处分的。可是问题呢，张新竹这个时候的身份，给高通公司说话的身份是专家咨询组的成员。专家咨询组的成员呢，他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只是外聘的专家。在这一块我们没有法律规定，这些人如果做了利益输送、替人说话的事该怎么处理？现在法律是个空白。他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个兼职的行为，他要是本职工作出了这事可以处分的。那么兼职呢？咱们都知道公务员兼职，最近这2年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你作为党政领导干部你不能到这个企业担任领导，甚至担任独立董事都有问题。你看前不久这个国务院这个发改委的研究中心，其中有个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巴曙松，这著名的金融学家，这位呢也辞去了民生银行的独立董事职务。就是按照这规定呢，你有行政职务你就不能担任独立董事，避免中间是有利益输送，这是避免政商之间勾结。那么这个事情呢，对公务员、对国家事业单位的人都有约束力。可是问题，咨询组的专家，他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国家事业单位的人员，他只是一个外聘的专家，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法律都不适用于这方面的处理，只能是呢以违背工作纪律为由呢，就给你开除出这个团队也就得了。因为以往这种事情出现的比较少，
因为这样的事情直接说明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过去说政商转化，既是官员又是商人，两头好处都抓。现在你会发现呢，产业和学术之间也出现这个现象了，就既是学者，又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又直接参与经营。然后呢，这边呢给学者赚了钱，学者利用自己的社会公信力呢，又为公司带来好处，甚至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影响的决策给公司谋利。这种事情，这叫产学旋转门。这样的事儿是最近这些年来，其实我认为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看很多高校的教授，有的在外边当董事长，有的当总经理，有的就是这个董事那个董事，有的还是持股人。那么这些人往往呢，他的心思已经不都在学术研究上，他在赚钱上下了很大的精力。有的时候为了赚钱呢，他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来给自己公司谋利。产学旋转门这个危害，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那么张新竹这个事件，我们来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等于事实上你两头的好处都占。你做专家拿了钱了，而且专家的身份对企业获利有直接好处，这个就违背了社会公平，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非常重视、非解决不可的这种程度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很多观众朋友呢，可能对反垄断这个即使不太明白，也知道这些年来专家这两个字啊，很多时候一说专家，老百姓嘴就一撇，这确实是。因为这些年这个专家社会地位为什么直线下降呢？专家本来是学术的，是权威的，应该客观公正的说实话，说真话。可是很多专家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呢，有意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说假话，说空话，然后底下经常有着不可告人的一些利益输送。比较典型，第一种呢，就是为钱说话的。你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打开电视，经常能看到有的专家坐着居然说吸烟对身体无害，就替烟草商说话。有的专家，你比方说这个喝饮料怎么喝呀，这种食品怎么样啊，明显他说那个东西跟常识违背，他干嘛要替这个企业站出来背书说话？就这是为利益说话的，为了利益颠倒黑白，完全不顾一个学术研究者的基本良知。所以我说这是为利益说话的一类专家。还有第二类的专家是呢，故意语不惊人死不休，目的呢是博得眼球，给自己获得市场关注度，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输送。你或者为了名，或者为了利。有的说我没有利益，那你为了名，难道不是一种潜在利益吗？有名不是就是有利吗？你像咱们说有个网络大 V， 最后因为这个嫖娼进去了，有个性学专家站出来，这个大 V 不会的，人家家庭很幸福，夫妻很恩爱。他嫖娼是为了啥呢？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为了引起社会对卖淫嫖娼相关法律的一种这个关注，一种规定方面的一种关注。你对现行的卖淫嫖娼方面法规有意见，你可以正常表达呀，还通过去嫖娼这种行为艺术，谁信呢？他这是一种博眼球方式的专家。所以无论是为钱说话的，为了博眼球的，可以说极大的败坏了专家这俩字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你现在电视里头说站出个专家，我认为很多人一听第一反应是对不对呀？他说这话怎么回事啊？他想干啥？他是不是收钱了？我想有这样感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不在少数。所以我说这种事情，你说呼吁专家领域的道德建设啊，它是一个长久的事情。眼下既然出现这现象，必须用法律的方式来遏制这种不正常现象的蔓延。那么前面我们说，现行的法律制度对这种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是企事业单位的国企的人员或者事业单位的人员，你很难用现行的法律约束的。那么我们就要加快立法的这种严密。你像眼下呢，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说智库、智囊团、咨询委员会不就智库智囊团吗？他们虽然不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的人员，可是这些人呢，往往对国家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就他在一定程度来讲呢，
它是代表着政府行为，或者说至少会影响政府行为。那么既然有这个可能，就对这些人也要有相对严格的约束。所以说在这方面立法上必须与时俱进的跟上。如果暂时还没有做到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学习法院那种回避制度。你比方说法院审判一个案子，当这个控辩双方就原告被告双方，法官和其中的一方呢有一种联系，或者是亲属或者朋友的时候，法院呢有一种申请回避制度，就说这个人呢我认识他，我跟他挺熟，现在我判他案子不好判，我申请回避。就是我觉得在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个领域之内呢，就是政府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机构呢，可以引入这样的回避制度。你申请我回避，如果你在事前没有回避，你还继续在做这个咨询方面的专家，一旦要查清楚你和这有利益输送或者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对这个专家就要用法律去制裁他。所以这叫事先回避制度。有了这个制度之后呢，能够更好的保证呢在这方面的程序化规范化。当然呢，最后呢你还要用法律的东西作为兜底，就是我们要尽快推动这方面立法的行进。我倒觉得张新竹这个事件出现了，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张新竹专家就说一棍子打死，那你之前就是法律没有禁止你这个，那你干这个就不算犯法。他违背工作纪律和违法毕竟不是一回事，他还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关键是我们现在法规怎么去规范。那么我认为这个事情出现并不是坏事，我认为这个事情张新竹被解聘呢，成为大家议论的一个焦点，有个最大好处，他就唤起了全社会关注产学之间旋转门勾结这个现象。那么我们对这个现象深入剖析，就一定会推动这个领域之内对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治理，也就会推动相关立法进一步的落实和实行。